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英国授权军方武力拦截影子舰队。立陶宛宣布派遣海陆空部队参与和平任务。顿巴斯俄军后勤枢纽马基伊夫卡爆发连环殉爆。针对俄罗斯能源命脉的围猎行动，正从法律制裁升级为海上准军事行动。英国政府近日正式确立了一项强力法律机制，授权英国皇家海军与空军对违反制裁、非法运输石油的影子舰队实施强制性的拦截、检查与扣押。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披露的细节，伦敦方面已认定2018年制裁和反洗钱法，赋予了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权利。这一行动主要针对来自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那些在国际水域无国旗航行或频繁更换身份的邮轮。由于缺乏合法船旗的保护，这些船只在公海上已彻底丧失法律屏障。实战拦截已经开启。上周，在冰岛与苏格兰之间的北大西洋海域，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与皇家海军辅助舰潮汐力量号协同出动，配合美军执行了对马里内拉号邮轮的扣押。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明确表示，英国已经对影子舰队中的500多艘船只实施制裁，其中约200艘已被迫停航。现在，伦敦正从监视模式全面转向猎杀模式，拦截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核心战略目标也极其明显：遏制、摧毁并最终消灭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从经济层面上彻底切断莫斯科的战争筹码。而在欧洲大陆的东翼，波罗的海国家正在为后冲突时代的安全格局抢先落子。立陶宛总统基塔纳斯·瑙塞达对外宣布，立陶宛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将向未来的国际和平任务派遣海陆空全舰制部队，这包括精锐的地面部队、防空力量以及一艘海军舰艇。这一声明标志着立陶宛已正式加入正在酝酿中的志愿者联盟。瑙塞达强调，立陶宛的兵力部署将聚焦于陆地、空中与海上的全维度和平维护。虽然立陶宛领土面积有限，但其提供的防空与海军资产对确保乌克兰漫长边境线的安全至关重要。瑙塞达直言不讳地表示，目前美国、欧盟与乌克兰之间已达成高度共识，真正的未知数只有一个，那就是俄罗斯的反应。瑙塞达认为，和平协议最终要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达成，而俄罗斯目前是否具备真正的和平诚意，仍需通过战场压力来检验。在外交博弈持续升温的同时，顿巴斯战场的后勤咽喉再次遭遇重创。据电报开源情报频道披露，被俄军临时占领的马基伊夫卡爆发了剧烈的大规模火灾与连环爆炸。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爆炸中心位于该市受俄军控制的工业区和仓库集群，现场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并伴有频繁的明亮闪光。这是典型的弹药库或大型燃料库发生殉爆的特征。马基伊夫卡不仅是顿涅茨克地区的门户，更是俄军在该战区最为核心的后勤集散枢纽，大量运往前线的重型武器、弹药与油料在此中转。火力军认为，此次爆炸意味着俄军在该区域积攒已久的军事物资储备可能已化为乌有。尽管俄罗斯官方尚未公布起火原因，但乌军这种对后勤节点的精确手术刀打击，正显著削弱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节奏。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演变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